心化作雪，沾染几缕相思。谁在临摹你的笔迹？落红满地，飘过几世风雨，唯有缘分不可抛弃。迷醉梦里掠过几声悲喜，谁在试探我的情意？黑白对弈，各执几厘几字，输赢难断，爱恨故里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，需要守。千头万绪我在海里寻觅，花心难离，有太多迷离。手握清风，采摘动力，一起有过谁人与我相依？千丝万缕我在海里回忆，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。落红挂里，长歌一曲，一袭梦里难言与我别离。淑仪，好久不见，沈大哥。好久不见。嫂子不在家吗？啊，她出去了，去参加女子图书馆的读书会了。这样啊，真是不巧。淑仪，你看起来变了好多。时间会改变一切吗？我长大了，你也成家立业了。我今天来，是想替我三哥道歉的。他打扰到你跟你太太了。哦，那天也怪我，我也是太冲动了。但是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这北辰到底是怎么了？那天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举动？看了这个，你就明白了。这是韩君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三嫂，林航姐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5年前，我三嫂死在一场大火里。她是我三哥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所以那天晚上他有些激动。怎么会这样？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蹊跷的事情？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人啊？沈大哥，我今天来是想要你一句话。你知道，我三哥一直都特别敬重你，相信你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会辜负他，不会骗他，对吗？当然。那就好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告辞。
对不起，淑仪。神父，请问这里可以吸烟吗？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暂时还不需要炮火。候鸟，终于等到你了。丁先生，很高兴跟你合作。这次我来北信，主要的任务就是剔除北信港竞争目标的日本公司。港口重地，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。还希望您能协助我。这段时间需要我做什么？你长期在北信领导地下爱国组织，环境熟悉，人脉深广，所以在竞争期间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盯住佐藤和大号上尉。如果他们有异常的举动，随时告知于我。同时，帮我搜集佐藤等人经常出入的场所、密切接触者，以及他们的人员变动情况。鉴于我党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，你我的谈话仅限于彼此，切勿告诉第三人。这个没问题，请您放心。我知道这2年青年会在北信的工作开展得不错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单靠刺杀去除掉几个日本人和买国贼，根本动摇不了敌人的根基，还会将我们暴露于危险之中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一个长远的作战计划。我党欢迎一切有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加入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同志。谢谢，这也是我期待的。我会认真的考虑你的建议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想想我们在绥岭福德驻防，一晃都5年了。是啊，尤其是北伐军，短短2年，仅凭10万军队，便一路势如破竹，击溃共有几十万大军的北洋各派。哎，你觉得为什么北伐军能够以少胜多呢？那肯定是人家舍得砸钱呗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假如啊，这军饷装进了长官的腰包，这士兵啊，谁愿意卖命？换成我也不拼。北伐军以前的胜利胜在团结，目标一致，但北洋各派你现在就去则输在通知参议隔岸观火。去吧。总想坐收渔翁之利。不管谁胜谁负，反正现在各派几乎都改旗易帜，都信仰三民主义了。是啊，都变得有信仰了，但信仰却变了，信仰着升官发财、中饱私囊，信仰着为了独裁而不惜同室操戈。又有谁能真正实现孙先生的天下大同呢？候鸟同志，军中唐某为人忠善，思想进步，背景干净，观察已久，未见恶习，常为党用，望批准。到了。谢谢，您慢走。盛小姐，萧先生，你这是？我们能好好聊聊吗？盛小姐，我要为我之前的鲁莽跟你道歉。情急之下，我将你误认成了我太太。
希望你和申大哥能够原谅我。不必了，萧副司令，其中原委我已经都知道了。您的妹妹淑仪小姐来找过燕青，说实话，要不是亲眼看到您夫人的照片，我也很难相信，在大洋彼岸，竟然有一个和我如此相像的女子。我但因为您的面容，就将您误认为我太太。她若知道了，心里一定会很难过的。萧先生，您不必自责。我想，要是您的太太知道，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您依然对她念念不忘，她在天堂一定会很幸福吧。她恨我，是我错怪了她。她的离开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，也是我毕生的悔恨。我想去弥补，可我无能为力。盛小姐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愿意给你丈夫一次弥补的机会吗？既然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灵魂，那我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借鉴性。但是我可不会给我的前男友们再次犯错的机会，不然我就永远都遇不到燕青了。所以啊，萧先生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朝前看，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。可能你和你的太太之前有过很多不幸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谈新的恋爱，拥有新的爱人，而不是纠结于过去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萧副司令，你要的咖啡好了。盛小姐，什么时候学的油画？10岁，圣保罗女校现在还有我的作品呢。北辰，你来了，来了也不说一声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申大哥，今儿我来是来跟你请罪的。上次是我太冲动了。嗨，有什么请罪不请罪的？事情都过去了。正好家里有几瓶红酒，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俩不醉不休。妈妈，小克，来叫人。见到叔叔也不叫一声，没礼貌。叔叔，我妈妈让我吃药，我不吃，我就是不吃。好啊你，张妈，小鬼在这里不吃药呢。哎，来了，太太。让你不吃药。妈妈，捉迷藏的时候不能耍赖。小克，叫萧叔叔。Uncle。沈大哥，我不知道你们连孩子都有了啊，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。他叫沈科，3岁半了。来，儿子，给叔叔唱个歌吧，唱个英文歌。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-horse open sleigh, over fields it goes, laughing out the way。好，唱得好，真乖。妈妈，爸爸表扬我了，你要奖励我吃冰淇淋，吃冰淇淋。我们冰淇淋吃很多了，
肚子里会长虫。我们喝橘子水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就是惯着孩子，喝橘子水肚子里也长虫虫。沈大哥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行，那我们今天还有些别的事，不吃冰淇淋了。我们改天吧。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？啊，我还有军务在身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下次吧。哎，北辰，肖副司令，科儿，我们喝橘子汽水去。沈大哥，你醒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北辰这么落寞的眼神，看得出他很伤心。他伤心，他再伤心，也换不回我未出生的孩子。杭静，虽然我们来之前做了诸多的准备，但是身在其中，我才体会到，你以前那种惨痛的遭遇，不是常人可以面对的。毕竟你还没有正式加入组织。如果你感到为难的话，我可以跟组织申请。沈大哥，自从竞标的消息一出，我知道你们就试图派人打入东大营，以了解萧家对日本人的态度。可是东大营却始终是铁板一块，杜恒又在随领驻守。我很清楚，我是目前最能接近萧北辰的人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同意回来，就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到我们的任务。三哥，上面来的电令。就回复他们说，知道了。代号为候鸟的共产党直北地区领导人已抵达北新，命我部肃清乱党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以港口的事情为重中之重。况且，我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政见不合的人就满城搜捕。再说了，此前发生在上海的屠杀，绝不可能发生在北新。回复他们知道了，就够了。好。哎，你明日先把老李调走一段时间，跟他说军饷照发，啊？好。
小宝宝，哎，起。燕青回来有些天了，忙于公务，一直没来得及登门请安，实在是失礼了。别这么说话，年轻人吧就应该注重自己的事业。是啊，七爷，小宝宝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盛寒君。萧司令，萧夫人。七爷，这是国外的一种礼节，表示寒君很热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国内还不太习惯拥抱。萧司令，很高兴认识您。我也很高兴。哎呀，燕青真是好福气啊！盛小姐长得真是标致，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不敢相信。你跟我们杭锦真有几分相似。这一点，萧副司令已经通过各种激烈的方式告诉过我了。嫂子，就别拿这事打趣我了。啊，我们别站着说话了，入席吧。好，来，请。走。来，寒君。嫂子，没想到你在欧洲长大，筷子用得这么好。我小时候在欧洲，爷爷常说，我们到底还是中国人，所以在家都是吃中餐的。时间过得多快呀！一转眼，燕青也成家立业了。哎，我就是很好奇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七爷，当时韩君还在读大学，他跟他画室的同学去我住的庄园附近写生。我记得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认真地画风景，就他一个人在画2只小狗打架。我当时就注意他了。好啊，你不是说你也是油画爱好者，才3天2头拿着画找我品鉴的吗？我这么优秀的追求者，你都爱答不理，我肯定要另辟蹊径啊！盛小姐，你在英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？住在伦敦。伦敦？听说伦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有一个什么什么钟。戚夫人，您说的是大本钟，那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，它每隔1小时就会响一次。它每次敲响钟声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会响彻整个泰晤士河畔。还有啊，我爷爷的公司也在泰晤士河那边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跟着爷爷去看他们那些大人们板着脸买股票，特别无聊。我觉得还不如在广场上喂鸽子来得有意思呢。你们俩的性格呀，倒是挺般配。哎呀，别看现在这个燕青是位翩翩公子，小时候没少跟这个北辰干那些上房揭瓦呀、下河摸鱼的那些事儿，对不对啊？行了你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你还当着人家夫人的面揭人家短儿。没事，七姨，这韩君就喜欢听我小时候的糗事儿。今天感谢你们全家对我们夫妻的热情款待，过得很愉快。沈大哥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们本就是一家人。哦，对了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想请你跟嫂子一起商议一下。哦，什么事？你尽管说。北新港刚开始国际竞标，这少不了跟外国人接洽。我的秘书呢，因为家里有事，临时请辞了。这不，听闻嫂子精通3国语言，还想请嫂子过来帮个忙。这……沈大哥，你不会还在意我之前的冒犯吧？北辰，你误会了，之前的事情，咱们兄弟俩不都解释清楚了吗？我完全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，只不过韩君平时生性爱自由，不爱拘束。
作为一个秘书，需要小心谨慎。我担心他不能胜任你的工作。若非时间紧迫，我也不会贸然请求。既要通晓外语，又能让我信得过的，除了嫂子，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选。这没关系的，燕青。既然萧副司令都开口了，我反正平时也很清闲，去帮忙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好，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不过在上班之前，我可有几个小要求，希望您能理解。那是自然，你说。首先呢，我每天早上既要练晨功，又要照顾小客，所以我希望上班时间能够自由一些。当然，还有吗？还有，我初来乍到，对东大营的业务肯定是不熟悉的。那我要是犯了什么错，你不许发脾气，不许骂人，更不许跟燕青打小报告。这我哪敢？还有吗？我可不能白给你干活，工资就算了，但是你得给燕青独家新闻。怎么样？用工作换独家，这个交易你不亏吧？哎，韩君，就算北辰不给我独家新闻，我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。难道你在怀疑你老公的工作能力吗？哎呀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凡招标会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一定给沈大哥独家报道。好，一言为定啊。那祝我们共事愉快。那好，明早8点，东大营见。哎，这么快就忘记咱们的约定了？说好的上班时间自由的。明日东大营全天恭候。好了，北辰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，走吧。刚刚你也看到了，他跟杭景完全不一样。当年那场大火，杭景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们都舍不得杭景，但是我们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啊。如果杭景天上有知，他也不想看到你如此负累，对吗？听戚意一句劝，是时候放下了。戚意，我心里头清楚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你早些休息吧。沈大哥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睡不着。韩君啊，这次回来，我发现北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心思深沉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你的出现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冷静，也不可能轻易的相信你的身份。而他现在会突然承认他认错人了，我觉得他是在跟我们玩一招，以退为进。你去了以后，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试探你，你要慎之又慎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过来的。韩君，这些年真的是辛苦你了，但这次任务艰巨，你要做到随机应变。你说的我都记住了。不过沈大哥，以你的判断，你觉得萧家会和日本人签共荣书吗？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，
我相信北辰，但是现在萧伯伯是营军的总司令，他的态度可就代表着萧家的态度。我在萧府多年，对萧伯伯的为人还是了解，他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，可他一直对京城马首是瞻。是啊，但是这次进城他特地授以国际锦标，让日本人有了竞标权，萧家也没有反对。这里面的利益交割，萧家到底有没有参与，咱们真的不好判断。万一进城施压，萧家让这个港口落在日本人手里，这结果就不堪设想。咱们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我明白，韩先生一直是我们信任的伙伴，而且在救助爱国人士时，他多次慷慨解囊。北新港只有交到他手里，才不会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。沈大哥，你放心，你尽管和青年会展开工作，萧北辰这里就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弄清萧家的立场。好。副司令，盛寒君女士到了。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副司令，我来报道了，今天就可以上班。太好了。请问我需要做什么？来，这些呢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是所有的外国公司对于北新港竞标的一些提案，希望你以中英文双语呈上，并且在1周之内完成所有的审核，送去华兴饭店，交给专家评审组审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是盲选。来，我带你看看你的办公区，就在这里。要不你先试试，这打字机用不用得惯？挺好用的。那就好。既然来了东大营，以后在军中便称你为盛小姐，这可以吗？没有问题啊。好，你忙吧。哎，三哥，你说你怎么突然把盛安君给找过来了？哦，哈，我说你怎么让老李走了？三哥，有些话我知道你不爱听，但是我还是得跟你说。你说。相似之物最容易让人迷惑，影响判断。三嫂已经去世了，她不是三嫂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一个长得和她如此相像的人出现在北新城，你就不怀疑他们的动机？我明白你想说什么，我心里有数。但是不论他们有什么动机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哎，莫狐狸，我说你别天天疑神疑鬼的，三哥心里清楚着呢，是吧？三哥。其实这次的表彰啊，你也有份儿。嗨，兄弟之间计较什么呀？真是苦了你了。哎，
这是日本盆景吗？佐藤先生专门派人送来的一份大礼，说是很珍贵。去吧。副司令还为此专门回了一份。那看来这个佐藤先生和你们副司令关系很好啊。盛小姐好兴致啊，工作这么忙，还有时间闲聊呢。我可没有磨洋工，我刚刚去归档，顺便借了一本词典出来，都怪我学艺不精，还得用它。盛小姐太过谦虚了，我看过你翻译的文稿，文笔相当不错，不愧是英国顶尖大学的高材生啊。莫先生才是人人称赞的东大营智囊，能够得到莫先生的赞赏，太荣幸了。哪里哪里，智囊其实也有想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比如说，你和我三嫂长得如此相像，沈大哥怎能安心放你来三哥身边工作呢？燕青和副司令本来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既然副司令需要帮助，我们夫妻二人当然是力所能及，尽力相助了。那我就先替三哥谢谢你们了。不过，我也要提醒盛小姐一点，你是在军队工作，好奇心太旺盛了，可不是件好事。多谢提醒，我会尽力尽到我的职责的。那我就告辞了。怎么样？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？最近萧北辰让我翻译的只是一些普通的竞标说明，竞标流程是盲选，目前看来至少算是公正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档案，都是东大营和日本人的商业合作，不过只是一些正常的经商审批，没有发现重要线索，也没有共荣数。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要沉住气，慢慢来。我会再找机会。来，给你块肉。谢谢。先生，太太，今天有一位太太故意接近我，询问两位的事情。赵妈，你先不要回绝他们，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你心里有数。是，太太。去吧。难道是萧北辰？有可能。不过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其他人更想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会不会是郑凤琪？不能排除他的嫌疑。据我所知，这个郑凤琪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。三哥，来，江南财政部的信。
舒怡啊，我帮你拿吧，来。徐子俊，你不在东大营，在这儿干嘛？没有，我正巧路过，正好送人。哎，舒怡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？你真的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沈大哥，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等。可是5年了，沈大哥都已经结婚并且有孩子了。没错，5年了。那你还要浪费多少时间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好吗？那你就不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吗？就算我对沈燕青死心了，我也不会考虑你。舒怡，你心里真的一点都没有我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把你放进过心。谢谢。小朋友们，来，乖不乖，最近？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？马兰开花21，28256，28257，28257，2822931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！马兰开花21，像这样，会了没？会啦。刚才我态度不好，跟你道歉。傻子。有三哥跟莫狐狸在，我也聪明不了。不过傻人做事一根筋，你可准备好了？预备，开始！马兰开花21。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？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？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？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？谁害怕心痛，否认心痛？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，谁会甘愿蹉跎，这样擦肩而过？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在明亮一次照耀星河。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，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。我真心拥有过，哪怕短暂快乐，留给岁月一抹温柔的色。下次流星划过，如果还记得，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在明亮一次照耀星河。下次流星划过，如果还记得，我曾在天空眷恋你。